我们先梳理一下古人的勤学理念，看古人是怎么理解国情的，怎么看待国情的。比较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文献当中呢，是孔子的《礼记》，这个《诗经》，再往后就比较多，像这个《列子》呀等等。孔子怎么说呢？昔者舜作五贤之勤，以歌南风。这个关于这个琴啊，究竟它的起源最早是谁来发明的，我们暂且不讨论。那么舜此处说呢是舜作五贤之勤，当然也有两解啊。这个做也可以是理解成呢是他做的，他发明的，也可以理解为是他来演奏。用来做什么呢？以歌南风。南风我们知道在《诗经》里面有，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首民间诗歌啊，史记里面有说啊，有讲啊。南风是什么？生长之气。秦是什么？夏至之阴。其他很多古籍里面也有解释。生长之气南风我们知道是吧？黄帝内经里面说的也很清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刮南风，天气就暖和了，是吧？这个庄稼作物就开始生长。这个貌似古人很迷信啊，是吧？按我们现在话说，是吧？你弹个琴，是吧？你就能把南风招来吗？就能让作物生长了吗？我们会这么理解。关于这个功能呢，在这个《吕氏春秋·古乐》里边也有记载。他讲昔古诸乡氏之治天下诸乡氏就是炎帝嘛，这个神农氏嘛。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多风而阳气蓄积，讲的是那个时期的气候，整天刮大风，当然不是1年2年了，是吧？阳气蓄积，太热了日照太充足了，天太热，万物散解，东西都晒得不行，是吧？果实不成，什么都长不成。故士达作五贤之色，此处提到的是色。那么关于琴和色的关系，我们经常看到截止到目前，大家基本上的定论是琴早于色。最早出现的色也是5根弦，用来干什么呢？以来阴气，以定群生，让它阴天，是吧？来阴气，让它下雨，以定群生。群生就是众生嘛，这个庄稼作物老百姓是吧？其他的小动物等等，很明确告诉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说，它是个气象仪器。
调节气象的。这个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有发现我最早发现，后来我们的学生故意去做这样的小实验，发现的确如此。我们在琴桌上放一盆小花一模一样的再放一盆放到别处，甚至这个日照这个光线土水都给的更好，但它没有这个琴桌上的长得好。当然你这个琴要弹要是4下，它有讲究为什么4下属火你想招来南风，招来这种生长之气，当然南风不一定是真的刮大风，刮的南风是吧？不一定是这个它是一种气，生长之气。那你就得用4弦你用钢弦招来的是什么？肃杀之气，是西风属于秋天的呀，秋收冬藏了呀，它怎么还能生长是吧？这个听上去迷信但是科学给我们做出了印证不是说我们做个小实验就算科学了，是吧？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查阅一下生肥这2个字声音的声，肥料的肥我们知道化肥，你知道生肥吗？我们科学院还有几位农科专家已经发明出了这样的这个发生器它叫次声波发生器，放到这个庄稼地里头，促进作物生长，长得非常好，据说比化肥的效果还好对人体还没有危害。它这个次声波，我们有兴趣的亲友可以在网上去了解，我们不做过多的解释。这不就印证了吗？古人呢早都发现了所以他们用来做这个。在《诗经》里面也有很好的说明《诗经》里面琴瑟击鼓，以御田卒。田卒是什么？就是农神，司农神。御，我们有这个《诗经》刚我们讲这个古文古诗，我们当代现代汉语读它费劲，经常解读错。御是什么比如说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这也是《诗经》里面的很多人认为这个御就是弹奏，不对。御在此处是吧？琴瑟击鼓，以御田卒，是供奉的意思，迎接供奉以其干预紧接着就说得很明白以借我技术，以鼓我侍女这个侍就是子子女，养育我的孩子借我技术，技术是古时候的庄稼，设计的计帮助我的农作物生长一起干预，这不是说得很明白了？但是我们现代人理解这个往往带有很强烈的偏见我们没有恭敬心了。但那个时期不一样，弹琴它是作为礼器出现的起的是道器的作用我经常讲
我们中华文明它的起源这个文化的起源是由巫祝文化起源的。巫就是巫婆的巫，祝福的祝。大家去了解这两个字是两个角色。原始社会的时候，这两个角色起到的作用非常大由这个来起源的。他们直接沟通天地神明，我们听上去还是觉得迷信一会儿我们解释天地神明，他们有恭敬心。首先，我们现在你上化肥有恭敬心吗？没有。那个时期的弹琴要有恭敬心。我们有人说这个琴在那个时期是很普及的老百姓家家都有都能弹。这个说法是误解你是看到《诗经》多处出现而又被呢这个后来的介绍说《诗经》是民间诗歌。既然民间诗歌当中大量出现，那应该是老百姓都能弹，这是想多了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弹琴的它分我们看《礼记》里边同样有这么几句，是吧？君无故玉不屈身，他把君放在首位，配玉周礼里边非常繁复，它这个规范你什么人佩戴什么东西，这是有讲究的，阶层不同大夫无故不彻弦，他配的是弦。士呢无故不彻琴瑟，配的是琴瑟。所以我们看在这个诗经里面有很著名的一句说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我们就理解为这两口是吧，在这个鸡鸣这一节里边嘛，这个随时你弹琴来我弹瑟是不是一种夫妇娱乐的形式呈现在眼前，不是这么回事首先他们的身份是士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他有这个区别孔子的《礼记》也讲对这个乐首先是声音的声是吧？其次是音声和音有区别，然后再就是乐，知声而不知音，禽兽是也。这个话比较难听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和禽兽的级别差不多，知声不知音。声是什么？就是响声嘛。自然当中啪出现一声咚的一声这都是声是吧？到音的时候它就有含义了，有内涵了。只知声不知音的，这是禽兽。知音不知乐，音乐乐是由音组成的，是吧？众庶是也，众庶庶民的庶普通老百姓唯君子能知乐，这个地位很高